这个标准呢，适用60%到70%的人，然后不同的人群可能有不同的需求。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，一个标准的生酮饮食，你一天饮食里面的总热量，大概70%需要来自于脂肪，大概25%来自于蛋白质，剩下来一点点全部来自于各种各样不同的蔬菜，就是低热量的碳水化合物。这个叫做总热量的占比，这个不叫做大量的吃脂肪，是你整个热量里面占比比较多的是脂肪，你总热量并没有改变。这个标准呢，可能适用大多数的人了。有一些人他脂肪吃的少一点，他也能够很顺利的生酮的。有一些人他脂肪吃到了80%也未必能够生酮，那个是比较特殊的案例了。那如果说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范围了 then what 下一步怎么做，开始迷茫了。那有相当多的人就会去用手机去下载一些 APP， 他就开始把他吃的食物全部上秤，上了秤以后，他就会在他的 APP 里面输入这个食物的名称，这个食物的重量，然后这个 APP 就会帮他分析这么多重量的食物里面包含了多少克的蛋白质，多少克的脂肪，多少克的碳水化合物。我老实说啊，试过的人都知道这种饮食方式是非常痛苦的。好不容易你配了一天的餐了，输入以后发现结果不对，你就要去调啊。我跟你说，在人类的进化史里面啊，人类没有这样吃过东西啊，现在才开始有人这么吃的，这不切实际而且不可持续的。就这种方法显然行不通啊！我呢自己开发了一个比较简单、容易掌握的方法来吃东西配餐。你要学生酮饮食的人，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掌握2样东西，一个是什么叫做低热量的碳水化合物，什么叫做适合的百分比的脂肪。你学会这2样东西了，蛋白质呢自然而然的就在那儿了啊！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花时间的是学我刚刚说的这2样东西：碳水化合物怎么吃，脂肪怎么吃。这2块东西我们都需要去看数据。你们可以去下载各种各样的手机软件，然后你输入某一种食物，它就会给你看整个这个食物里面的热量百分比啊。碳水化合物这个东西呢，我建议你们去查的时候，首先你就了解哈，所有植物类的食物你需要去注意它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，动物类的食物你不需要去关注它碳水化合物的热量。植物储存能量是以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来储存能量的，动物是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能量的。所以当我们需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热量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专注所有植物类的食物，那不管它是米面、玉米，它不管它是淀粉还是蔬菜，总之所有植物类的你就需要去看它的数据。怎么看它的含糖量？比方说你去查每100克的大米，你会看到每100克的大米碳水化合物占到了77克，这77克就是糖。每100克的大米吃到你身体里面以后，它会转化成77克的糖，这个是非常高的。如果你去看茄子，每100克的茄子 4.4 克，含糖量很低啊。100克的大米77克，100克的茄子 4.4 克，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要吃到77克含糖量的茄子的话，你要吃将近2公斤啊。所以你去搜索，你就会看到丝瓜只有3点几，你会看到南瓜只有4点几，你会看到西红柿只有2点几，你会看到所有的这些蔬菜含糖量都极低，所以它们呢是属于低热量的碳水化合物。这种低热量的碳水化合物呢，你就不需要考虑它有多少含糖量了，你就放心吃，你高兴吃多少都可以。你说那它还是糖啊，加在一起还是很多，可是你不要忘记了，这些蔬菜的纤维含量也很高啊。纤维是可以抑制糖分的吸收的，所以你大量的吃蔬菜，你不需要担心蔬菜里面的糖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。可是如果你去吃土豆，如果你去吃番薯，去吃玉米，你就会看到它的含糖量每100克到了17，到了20几，甚至于到了30几，那它含糖量就高了。所以碳水化合物怎么吃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，每100克碳水化合物在6克以下的你就安心的吃就好了。到了6克以上，到了15克以内的时候呢，你要严格的控制量，不能多吃，越接近15量就要控制的越严格。超过15的我就建议大家暂时不要去碰啊。你在生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是需要比较严格的，所以按照我刚刚说的这个标准去限制碳水化合物的热量。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不吃碳水化合物不好不健康，你没有，我们吃大量的低热量碳水化合物，而且营养非常丰富。 OK， 这个是碳水化合物的吃法，比较容易理解。70%的热量需要来自于脂肪，是对所有人带来最大的困惑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？所以很多人选择，因为怕不够嘛，选择吃很多肥肉，或者是去喝防弹咖啡。我告诉你不要这么做。有人选择去用上秤来称重量，我告诉你不要这么做。我告诉你很简单的，你去搜索猪小排，你看一看猪小排的数据，
猪小排的热量配比77%是脂肪，23%是蛋白质，碳水化合物是0啊，77%、23%，它跟我们需要追求的配比几乎一模一样。猪小排适不适合我们吃？不需要再问答案了。你把猪小排放在你的可以放心食用的列表里面，下一次你在吃猪小排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考虑了，你买回来吃就可以了。重要，它的配比是对的。你去再搜索一个食材叫做五花肉，五花肉的百分比脂肪达到了91%啊，蛋白质只有9%啊。所以如果说你要大量的吃脂肪，吃很多很多的五花肉，这个配比有问题啊，它的脂肪超过了90%啊，代不代表五花肉不能吃呢？别着急，你要了解五花肉的脂肪配比很高，五花肉可以是一个拿来调节脂肪的东西，而不能够做成一个主要脂肪来源，因为它脂肪太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五花肉我们放在一边，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食材，你选择猪蹄，一看猪蹄的热量配比，65%是脂肪，35%是蛋白质，差不多了 ，OK 啊。所以猪蹄可以放心吃了。那我们再继续往下搜索，牛腩，牛腩的热量79%是脂肪，21%是蛋白质，牛腩没问题，这个配比很适合我们。你再继续搜索，你搜索到了鸡胸肉，很多减肥的人喜欢吃鸡胸肉啊，因为鸡胸肉脂肪少啊。鸡胸肉的百分比，脂肪只占了15%，蛋白质占到了83%啊。鸡胸肉这个配比适不适合我们？显然不适合啊，因为脂肪太少了。代不代表鸡胸肉我们不可以吃呢？如果你冰箱里面刚好有一块鸡胸肉，难道叫你丢掉吗？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切2-3片五花肉配上你的鸡胸肉一块吃呢？如果你把五花肉切2-3片五花肉配上你的鸡胸肉了，你的配比就 OK 了。所以你不需要称重量，你不需要斤斤计较的去计算每一克，你只要大概掌握到你脂肪的配比了就可以了，这样吃法就变得简单了。去了皮的鸡腿肉，脂肪只有33%，脂肪不够嘛？带皮的鸡腿肉，脂肪大概占到50%左右，所以你带皮吃嘛。鸡蛋的脂肪配比是55%左右，你用油去煎或者用油去炒，脂肪就够了嘛。你学会如何去配比就可以了。那你说，那我吃多少？吃多少是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吃多少是根据需要决定的。我们先把配比搞对，你配比搞对了，食物你不用上秤了，你知道如何配餐了，这个就是你配餐的原则。那你说老师，那你现在你只帮我配了碳水化合物跟脂肪，那蛋白质我如何去处理呢？你再回去那几个表里面看看，我刚刚推荐你的那几种脂肪来源呢，我们称它为优质脂肪，是很好的脂肪。其实肉里面的脂肪结构非常好，非常健康的。你看看它蛋白质的配比啊，当你在食物里面寻找优质脂肪的时候，优质蛋白质跟着一块来的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当你在喝防弹咖啡的时候，是没有优质蛋白质的，你如何配餐呢？这个是我们非常简单的方式去满足生酮饮食配餐的需要。查数据，根据数据的百分比决定怎么吃怎么配，这样就好了。